这个女孩渴望走出校园，但转瞬间，她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锅炉房内。她不甘心地试图各种方法逃离学校，却始终徒劳无功。女孩开始怀疑这里是否隐藏着某种秘密，因此她开始仔细观察锅炉房的一切。观察中，她惊讶地发现，这里竟然遍布着血迹以及警方的勘查标记。她出于好奇，打算去询问她的闺蜜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奇怪的是，闺蜜竟然视她如空气，完全忽视了她。更奇怪的是，闺蜜竟然在校园里到处张贴寻找她的启事。困惑的女孩此后来到了体育馆，她认为那里人多，或许能找人询问清楚。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她发现学生和老师竟在此为她举行追悼仪式。在震惊之余，女孩正要上前询问，这时，一个同学突然跑来，主动和她打招呼。这个女孩名叫麦迪，曾是这所学校的一名普通学生。她有着心仪的男孩和关系亲密的闺蜜。然而某天，她结束自习课后，一走出教室，便发现自己陷入了这样的境地。面前的男孩麦克告诉麦迪，他已经离世。他解释说，这只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感到不适应而已。看到麦迪仍不死心，麦克于是带他来到了篮球馆。这里聚集了很多与他们境遇相同的亡魂，他们是这个学校几十年来死亡的学生和教职工。他们中有学生，有教师，还有清洁工。一位老师向麦迪透露，他们都是枉死之人，因此他们的灵魂才会被困在学校里。随后老师让麦迪做自我介绍，这番话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因为麦迪这样的情况还是头一次见到，没有明确的死因，没有找到凶手，连尸体都未曾发现。面对众人不敢相信的目光，麦迪又带着麦克回到了他生前最后到达的地方。那天他离开教室后，本应该去停车场与男友会面，但男友却以手机没电为由敷衍了事。当麦迪重返楼梯间时，她惊讶地发现男友的手机竟然重新有了电量，于是她决定拿出手机准备拍摄这一发现作为证据。不料手机在她刚取出时便耗尽了电量。就在这时，她的男友沿着楼梯走了上来，但显然他看不到麦迪和麦克。随后麦迪看到自己的寻人启事竟然被人恶意涂鸦，愤怒之下，他试图将告示撕毁。然而无论他撕去多少次，告示都完好无损。麦克对此表示这是正常现象，因为他们存在于不同的世界之中。麦克继续劝说他接受自己已死的现实，但麦迪仍旧不信邪，坚持跟随男友回到教室。到达教室后，她却意外地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她的男闺蜜西蒙正因不肯接受她的死讯而情绪失控。她之所以暴怒，是因为无法接受麦迪已死的事实。加之麦迪失踪后，她男友维泽尔毫无作为，因此西蒙产生了对维泽尔的怀疑，认为一切都与他有关。随着西蒙的指控越来越激烈，他与维泽尔之间的争执终于升级为肢体冲突。在这场意外的冲突中，正当西蒙追问维泽尔要一个解释时，他意外地扯开了维泽尔的书包，接着麦迪的手机竟从书包里掉落出来。这一发现无疑震惊了所有人，私藏死者手机的行为无疑是将所有的怀疑指向了维泽尔。但麦迪依旧不愿意相信自己会死于男友之手，他推测维泽尔藏匿手机可能是为了调查他的死因。而此时，西蒙已经坚信维泽尔就是凶手，并且誓言要让他付出代价。于是她带着闺蜜妮可前来拦截维泽尔。看着闺蜜与男友对峙，麦迪的心中不禁涌起难以抑制的情绪，她忍不住想要跟随他们一起寻找真相，却没想到接下来会发生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当麦迪再次回到锅炉房时，她见到了开头所描述的那一幕血迹斑斑的管道。面对这一幕，麦迪陷入了沉思。此刻，她似乎回忆起了一些事情，但这些零星的记忆不足以揭开凶手的真面目，甚至无法回想起自己的死因。无法离开学校的她，尸体至今未被发现，死因成谜。如今的麦迪几近崩溃。日子一天天过去，体育馆里又迎来了众多人群，其中包括了麦迪的母亲。因为尸体尚未找到，无法进行下葬，他们只得为麦迪举行守夜仪式。而维泽尔却被警长阻拦在外面，麦迪只能远远地注视着，想知道警长会怎样处理。但是他才一抵达门口，就又听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因为警长正是维泽尔的父亲。他于是将关于麦迪手机的事情公之于众。在与麦迪恋爱期间，维泽尔与啦啦队的克莱尔搞上了。他本打算趁麦迪不在意的时候约克莱尔出去玩耍，却没料到发给克莱尔的信息错误地发给了麦迪，并且由于还未显示为已读，他想在麦迪未察觉之前悄悄取走他的手机并删除那些记录。谁知麦迪紧接着就遭遇了不测，麦迪有些晕头转向，他未曾想到自己深爱的男孩竟然背叛了他。时间很快来到了夜晚，人们都拿着蜡烛去参加麦迪的守夜仪式。在场众人中最悲痛的无疑是西蒙，由于悲伤过度，西蒙没有参加守夜，他独自一人在教室里流泪。与此同时，维泽尔被警长带上了警车。然而当夜深人静之时，事态又发生了逆转。正当西蒙站在窗边望向外面时，麦迪也出现了，想要感谢他的喜爱。出乎意料的是，西蒙竟能看见麦迪，这让麦克也感到非常惊讶。生者能见到灵魂，这在历史上还是首次。麦迪管不了那么多，他急忙向西蒙澄清维泽尔并非凶手。就在此时，妮可突然走了过来，但奇怪的是，妮可竟然无法看见麦迪。他走过来将西蒙叫出了房间。这时麦迪急忙向麦克询问这是怎么回事，但麦克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困在这里的所有灵魂都未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既然麦克不了解，麦迪便急忙追出去，希望能从西蒙那里得到答案。但他没想到，当他来到操场时，西蒙再次看不见他了。随着麦迪跑出学校范围，他又一次被送回了锅炉房。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的麦迪又回来询问其他灵魂。果不其然，这里的所有人都对他现在的状况一无所知。为了弄清楚实情，麦迪再次找到了西蒙，因为他想趁着西蒙还能看见他，希望他能尽快查明原因并找到他。或许他其实还未真正死去。为了帮助麦迪，西蒙询问他是否记得如何离开锅炉房的。根据西蒙博士的提示，
麦迪似乎又回想起了一些事情，他想起了自己在锅炉房昏厥的情形，紧接着是被不明液体唤醒，醒来时便瞥见墙上的血迹，他又目睹了维泽尔离开了教室的一幕，然而他的记忆便再次打住。紧接着，西蒙开始挨个搜查维泽尔的所有柜子，却未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麦迪无奈之下，只得引领他到学校废弃的修理间，那是他生前与维泽尔幽会的隐秘之地。他相信这里可能隐藏着某些线索。果不其然，好运降临于有准备的人。西蒙再次找到了一部破损的手机，残骸的特征与麦迪的手机惊人的相似。他们离开修理房后，又在食堂里边吃边讨论手机是否属于麦迪。正在此时，他们的英语老师安先生恰巧路过。安先生表明他也不相信麦迪已经去世，因此他鼓励西蒙不要轻易放弃希望。看到老师这么关心他，麦迪提出安先生或许可以助一臂之力，毕竟有帮手总是好的。于是西蒙把手机残骸交给了安先生。此时警长也回家找到了维泽尔，告诉他现在他已成为主要嫌疑人，警方已经解锁了那部手机，但却没有在手机中发现任何线索，手机宛如全新一般。他告诫维泽尔必须待在家中，不得外出，尤其是不能去学校。但维泽尔这个叛逆少年并不听从父亲的劝告，趁父亲打电话分神之际，他悄无声息地骑车离家出走了。然后他出现在了一个地方，那里是麦迪的家。维泽尔在这里遇到了麦迪的母亲，受邀进入了屋内。麦迪的失踪使他母亲极为憔悴，维泽尔此行是为了询问有关麦迪手机的事宜，因为他确信警方手中的并非麦迪的手机，他认为麦迪的母亲可能知道些什么。然而他却反问他是否伤害了他的女儿。与此同时，麦迪和西蒙仍在紧张地讨论线索。手机的残骸被发现，意味着麦迪之死背后必有其因，这一切原因都可能隐藏在他的手机中。于是在那个雨夜，西蒙再次悄悄溜入无人的修理房，他们的目标依旧是那些手机的残骸。果然，预期之中，西蒙在地板上找到了另一块碎片。安先生领着西蒙离开修理房，嘱咐他迅速回家，并严令他不得透露今晚的事情。西蒙好奇为何安先生会出现在此，但安先生仅仅提醒他注意安全驾驶。时间推进到了次日，麦迪与西蒙开始新一轮的讨论。安先生与这个案件的牵连出乎他们预料，毕竟安先生曾是麦迪深敬的师长，他不仅课堂上悉心教导，还在课外耐心辅导，曾经留下手机号码，告诉他如有困难可以随时联系。现在他无端出现在修理房，这表明他极有可能涉案。于是他们决定开始调查安先生。西蒙联合妮可一起行动，妮可在外分散安先生的注意。西蒙趁机潜入办公室，拿走车钥匙。他接着前往安先生的车辆，不出所料，在车内找到了麦迪的手机碎片，本该交给警方的碎片，却被他私下隐藏。线索突然从维泽尔转向安先生，对于自己尊敬的老师可能是凶手，麦迪感到难以相信，因此他又寻找麦克求助。麦克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他咨询另一个名叫娜莎的灵魂。娜莎正是死于自己班主任之手。娜莎向麦迪透露大约30年前的往事，他曾有一个特别关心他的班主任，每天帮他辅导功课，甚至帮他申请伯克利大学。但好景不长，在娜莎得知自己被伯克利录取的当天，他本想向班主任分享喜讯，却被要求以身相许作为回报。娜莎拒绝了。那天之后，他就没能再走出办公室。得知这一切后，麦迪震惊不已。他立刻开始查找那位班主任的资料，一查便揭开了惊人的真相。结果令人震惊，麦迪竟然揭示了安先生的办公室正是那位前班主任的办公室改建而来。另一边，妮可也在细心搜查线索。就在他自修时，一件怪异的事情发生了。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社交媒体照片收到了麦迪的点赞，并且麦迪还留下了消息，约他在老地方见面。以为麦迪尚在人世的妮可急忙赶往他们曾常去的楼顶，但他到了那里，什么也没找到。正当他满心疑惑时，维泽尔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已经身负重伤的他的出现惊吓到了妮可。维泽尔解释说，他是跟踪妮可来的，但他并非出于恶意，因为他同样想要揭开麦迪失踪的秘密，这才尾随他，希望能发现一些线索。对于点赞的事件，他也表示自己一无所知。在维泽尔的解释后，妮可决定给予信任，他们一起坐下，深入交谈。至于是谁使用麦迪账号点赞的疑团，也暂时被置于脑后。经过商讨，他们打算与麦迪的母亲一同前往学校附近的森林寻找线索。这边麦迪和西蒙在安先生的办公室里翻找，但他们的努力都未有结果。相反，维泽尔和其他人在森林中竟找到了线索。他们发现，在一棵树下竟藏着一张罚单，这罚单正是属于麦迪的，上面还印有一个男性的脚印。这似乎表明麦迪可能曾和这个男人来到过这片森林。麦迪和西蒙没有找到线索，也准备离开办公室。不料这时，安先生突然回来了，他们只好赶紧藏进了柜子里。回来的安先生看起来非常焦虑，他在电话中与某人谈话，谈话内容似乎与麦迪有关。安先生说完便匆匆离开了办公室，这让麦迪不禁感到困惑，自己明明未曾向他索要过钱财，他为何要提及给钱的事？正当他沉思时，意外地发现了柜子里的一个隐秘夹层，女孩不幸成了校园内的固定灵魂，宛若一宗超自然事件，没有凶手，没有尸体，甚至受害者的记忆也消失了。幸运的是，女孩的闺蜜能与她跨界沟通，并且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他们揭露了英语老师与此事的潜在关联。刚刚发生的事情，麦迪和他的密友西蒙在安先生的书架上发现了一大笔现金，这些钱藏在一个隐秘的空间里，这笔钱的来源肯定不正当。为了揭开真相，麦迪试图查看安先生手机中的通话记录，但由于他们处于不同的世界，没有密码，他无法解锁手机。面对可能的杀手，麦迪迫切需要找到证据，他呼唤西蒙想出对策。正忙于考试的西蒙却没有回应。当安先生去整理百叶窗时，下课铃响了，西蒙抓住机会迅速交卷，并拿走了安先生的手机。不知道西蒙去向的麦迪只能返回篮球馆，因为他的凶手就在他眼前。麦迪决定询问其他地缚灵关于安先生的信息，这些地缚灵在学校里被困了几十年。一名叫查理的地缚灵透露，
他曾目睹安先生在一次活动中拼错了一个名字，作为英语老师，错拼一个简单单词实在不寻常，但也仅此而已。尽管他们被困在学校里，但整天关注一个无关的活人似乎不太可能。除了查理的这点发现外，没有其他线索。麦迪见无人知晓更多，开始询问其他的地缚灵。而西蒙虽然拿到了手机，但不知道密码，使他无从下手。这时，另一个好友妮可找到了他。他提到昨晚在树林中发现的麦迪的罚单，但脚印在一条道路上消失了。尽管这是个重要发现，但西蒙无心理会，他的注意力全在安先生的手机上。西蒙试图不耐烦地解释自己能看到麦迪，妮可似乎也有相同的感觉，两人的对话完全没能对上点。西蒙只能无奈地结束对话。他们不知道，在他们交谈时，他们的心理辅导员在一旁注意到了这一切。辅导员在妮可离开后找到了西蒙，他试图对西蒙进行指导，提出如果他近期有困惑或心理问题，可以随时找他。就在这个时候，安先生的手机突然启动了防盗追踪功能。安先生正沿着地图的指示路线赶来。见此情况，西蒙立刻中断谈话，急忙离开。同时，妮可也抵达新闻社参与直播节目。他将参与直播学校的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年度校园人物的荣誉被授予克莱尔，因此他们将展开一场关于这一荣誉的校园直播。而克莱尔恰好是麦迪男友的出轨对象。然而，妮可对此完全不知情。本来直播进行得非常顺畅，但当克莱尔开始发表感言时，他意外提及了麦迪，表示如果自己能早点发现某些事，麦迪也许就不会遭遇不幸。妮可听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追问克莱尔是否知道些什么内情，但由于节目正在直播中，导播立刻在外面打断了他们的交流。克莱尔意识到失言，立刻否认了自己刚才的话。然而显然，他的确知道一些事情。在此期间，麦迪正在和其他地缚灵放松。西蒙突然赶来，表示有重要事情要告诉麦迪，于是他们一同前往校园边缘的公交站。西蒙之所以找麦迪，当然是因为安先生手机的缘故。安先生的注意已经转向了西蒙，所以西蒙来找麦迪是为了提醒他留意安先生的动向，防止自己遭遇不测而无人知晓。麦迪却建议他应该去找妮可，毕竟他们所在的世界并不相同，即便麦迪发现什么，也无法施以援手。俗话说得好，要醒悟愚昧者。西蒙立即去寻找妮可。在妮可离开之后，查理和其他地缚灵也找到了麦迪。他们告诉麦迪可以去学校的舞台寻找另一位地缚灵，那位地缚灵经常在舞台附近徘徊，他可能目睹了某些事情。麦迪掌握这些信息后，立即赶往学校舞台。到达后，他感受到那里的异样气氛，楼上似乎有人留下的活动迹象。他顺着声音前进，最终抵达舞台后方。地缚灵米娜并不太欢迎麦迪，他表示自己一直在此阻止他人遭遇不幸，尽管付出了许多努力，却无人给予感激，因此他拒绝回答麦迪的问题。麦迪只得自行勘察起来。他很快在地面上发现了一个遗落的标签。正当他对此感到疑惑时，这个地缚灵名叫小唐，是最早被困在学校的灵魂之一，但他的行为略显异常，因此几乎没人搭理他。他得知麦迪在寻找线索，主动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小唐提到他知道一些因车祸而困于此地的地缚灵，人多力量大，麦迪或许能得到他们的协助。但麦迪一到达，这些人却对他不予理睬，只因他不懂因恶之道。尽管如此，麦迪还是意外地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有价值的信息。与此同时，西蒙确实遇到了麻烦，他的手机遭人盗窃，安先生因此报了警。西蒙因而成为头号嫌疑人，并被逮捕。警察将他带回了警局。在警局里，西蒙坦白了安先生办公室内有大量现金的情况，并怀疑他可能就是害死麦迪的凶手。对于他的指控，警官却展示了一堆手机残骸，这是安先生主动上交的，他是在西蒙的课桌里发现他的。至于所谓的大量现金，警方已搜查了整个办公室，却一无所获。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在调查麦迪的案件时，由于缺乏新的线索，开始推测这一切可能是麦迪自导自演。他伪造了袭击现场，然后与朋友互换了手机，并试图嫁祸于老师。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悄然离开这座城市。由于缺少了西蒙的帮助，麦迪只得寻求其他地缚灵的援助。他们查阅了学校的历史资料，并发现麦迪手中的那个标签是学校旧乐队服的一部分，正是那个遭遇车祸乐队的所穿之物。为了了解更多，他们决定向米娜询问。果不其然，鲜花总能打动每个怀揣少女心的女孩。米娜在收到鲜花后同意帮助麦迪。麦迪于是拿出标签询问关于安先生的事情。米娜透露他确实注意到了一些异常，安先生此前经常来到舞台背后搞破坏。米娜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打开了舞台下的一个隐秘通道。他们随后进入了地下的密室，在这里除了常见的演出道具外，学校的各类标签一应俱全，新旧混杂。查理发现了另一份购物清单，上面记录了大批购入旧款乐队服装的交易，落款人正是安先生。麦迪在西蒙重新回校时与他相遇，他请求他去揭发安先生。有了确凿证据，西蒙愿意配合。趁领导开会之机，他冲进了会议室，向校长展示了新款乐队服装，揭露安先生所购买的乐队服装为赝品，指出安先生利用资金购买了廉价的淘汰旧款，并在舞台下秘密更换标签，伪造为新品，从中谋取非法利润。西蒙报告完毕后，麦迪那边却意外获得新线索。所有的缚灵在篮球场看电影时，小唐突然拿出手机，提议和麦迪合影。麦迪好奇地询问手机的来源，小唐称他在舞台附近拾到的。麦迪又问他如何破解了手机密码。麦迪冲出去，如同疯了一般，他必须在西蒙离开前阻止他，因为他现在掌握了安先生手机的密码。正在准备演出的克莱尔接到电话，但他并未理会，直接挂断了。女孩在校园内的情况变得蹊跷，最初以为自己在梦境中经过一阵奔跑，却发现自己已亡，死后变成地缚灵，永困于学校。她为查明死因，找出凶手，与闺蜜麦迪一起追寻线索。
嫌疑人从男友转向老师，再到现在的情敌。上一集中，麦迪和西蒙利用安先生的手机，发现办公室通话的对象竟是男友的新欢，凶手的嫌疑突然转向了克莱尔。这一转折出乎他们意料，克莱尔不仅备受瞩目，还曾是麦迪的密友，两人自幼如姐妹般亲密无间。但因麦迪的男友也是克莱尔所迷恋的对象，导致两人渐行渐远。麦迪仍难以置信克莱尔会是凶手。就在不久前的游泳馆事件中，一名学生意外溺水，克莱尔毫不犹豫跳水救人。他救人时的行为与杀人凶手的形象大相径庭。现如今，所有证据似乎都不可避免地指向了克莱尔。为了探寻真相，麦迪与西蒙趁克莱尔举办生日派对时紧密监视他的行踪。尽管他们未曾放过克莱尔的任何细微动作，麦迪甚至不顾一切搜查了他的手提包，但仍然没有找到任何异常之处。正当他们准备放弃时，克莱尔意外地请来了校长。鉴于克莱尔的父亲是学校的重要投资者，他想要见校长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他此刻寻找校长，无疑是为了安先生的事务。安先生因乐队服装事件已被停职1周，而且警方那边也未对安先生有任何不利发现。考虑到安先生一直是克莱尔的论文导师，他试图说服校长允许安先生复职。他警告说，如果校长不同意，他会让自己的父亲撤销对学校的投资。尽管麦迪这边尚未找到线索，但他的母亲那边却有了新的发现。他的母亲之前一直在请求亲戚帮助搜寻线索，就在最近，一个亲戚突然打来电话，他们在老宅中发现了麦迪的背包，那是在麦迪失踪初期警方并未找到的地方。背包的出现意味着麦迪可能并未死亡，他可能只是因为某些原因选择了隐匿。这一消息无疑为母亲带来了新的希望。维泽尔得知此事后，立即通知了西蒙，他将这一情况告诉了西蒙，但西蒙并未予以重视，甚至开始避开维泽尔，如同他以前所做的那样，因为他发觉了克莱尔的一个秘密。妮可见状一感不解，愤怒地离去。虽然突然失去两位朋友的支持，但西蒙似乎并不在意，他依然坚持独自寻找线索。随后他来到了学校保洁处，他来此是为了向保洁索要安先生办公室的钥匙。由于他平常与保洁关系良好，保洁毫不犹豫地将钥匙交给了他。与此同时，麦迪为了与其他地富邻一同庆祝年度校庆日，开始在那儿随意涂鸦打发时间。然而在他无聊时，麦迪意外看到他的母亲来到了学校。即使在麦迪生前，他的母亲几乎从不踏足学校，事出反常必有妖。麦迪也不管什么校庆日了，他紧跟着母亲就来到了主任办公室。麦迪看到母亲现在一改往日的颓丧样，他的心态现已变得无比乐观。通过他们的对话，麦迪得知了真相，原来是母亲找到了他遗失的背包。那背包重燃了母亲对麦迪仍然生存的希望，这份希望成为母亲坚持生活下去的动力。目睹母亲的变化，麦迪心中波澜起伏。正当他跟随母亲离开办公室时，他意外地看见西蒙在安先生的办公室里。麦迪认为或许是时候放弃追查线索，因为母亲能够乐观的生活已经足够，这可能是最理想的结局。如果继续追查真相，一旦揭晓麦迪遇害的真相，母亲将再次承受巨大的心理打击。而西蒙却没有留意麦迪的话，他专注地翻找克莱尔的论文，发现克莱尔的论文竟然全是抄袭数十年前的作品。安先生却异常地给予了高分评价。尽管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麦迪对此却不再关心，因为他已见证了母亲重获生活的勇气。他们未曾预料到，此刻克莱尔已经来到了安先生的家。他询问安先生向警方透露了哪些信息，是否有泄露关键证据，最关键的是否提及了自己。但安先生对他的态度变得异常冷淡。维泽尔不甘心麦迪的失踪成为悬案，便趁夜无人之际潜入麦迪家的旧宅。这里已荒废无人，却没想到有人比他更早来到此地。而且这个人显然不希望被维泽尔发现。校园里已经开始了校庆活动，当所有人沉浸在欢乐之际，啦啦队队长克莱尔异常迟到，并且他看起来神色慌张，似乎刚经历了某些秘密的事情。在休息时，警长路过时，他变得更加紧张。警长离开后，他竟然跑到垃圾桶边猛烈呕吐，利用校庆人流的掩护，麦迪的母亲和闺蜜发起了寻人活动。这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接下来发生的却异常诡异。在校庆即将结束之际，西蒙、妮可和维泽尔的手机同时收到了一段视频，视频涉及克莱尔和安先生的秘密。视频显然是秘密拍摄的，视频中克莱尔与安先生发生了争执，他们讨论了安先生涉嫌盗窃的事件，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意识到若秘密泄露，他们俩都将陷入困境。麦迪在校庆上分心一瞬，惊讶地发现母亲出现在了他身旁，母亲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麦迪以为母亲能够看见他了，但母亲只是希望在观众中找到女儿的身影，未见所望，母亲只得带着失望离开。这时候西蒙也意外地走了过来，他将克莱尔的视频转发给了麦迪。麦迪望着远去的失落母亲，这才明白母亲并未如他所想的乐观生活，而是一直在期盼女儿能够安然归来。但这种等待并非长久之计，因此麦迪下定决心揭开真凶，让母亲面对残酷事实并继续生活。西蒙带着麦迪去寻找维泽尔，因为探知真相势必要从维泽尔开始，毕竟两人曾有过情感纠葛。麦迪请求西蒙教会维泽尔如何与克莱尔配合，随后向克莱尔发送了一条信息。完成这一切后，西蒙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关于他白天向保洁借钥匙的经过。在他踏入门前的刹那，他注意到保洁似乎在专注观看某个视频，因此他怀疑匿名视频可能是保洁所发。他们随后找到了保洁，但保洁却表示自己一无所知。他所看的是另一段视频，视频记录了麦迪血迹被找到的锅炉房。警方宣布麦迪未死后，便有人在锅炉房留下了不友好的言论。麦迪并未在意那则视频，转而直奔锅炉房。西蒙得知保洁与此无关，便紧随其后。紧接着，他们发现了一个久未打扫的杂物间。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在墙壁上发现了一道秘密通道。这对情侣在学校的锅炉房里偷欢，男孩突然拿出手机开始录音。故事的开始是关于麦迪的灵魂困于学校之中。在上一集的剧情中，麦迪与他的挚友西蒙竟在锅炉房废弃的房间里揭开了秘密通道，由此展开了新的冒险。西蒙疑心这条通道就是其前闺蜜克莱尔杀害她并处理尸体的地点。
他们一番搜寻过后，却未找到任何线索。就这般，他们眼看即将掌握的信息又一次断送，于是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西蒙的男友维泽尔身上。回想在上一集当中，麦迪曾请求西蒙指导维泽尔如何去引诱克莱尔，毕竟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一段情感纠葛。事实证明，克莱尔对维泽尔的情感仍未消退，因此他迅速的同意与维泽尔重燃旧情。这也与克莱尔勒索他的英语老师有关。他与英语老师之间的秘密超出了学业范畴。现在西蒙和麦迪更加确信克莱尔就是凶手，只是他们尚缺乏确凿的证据，因此他们需要维泽尔在学校舞会上采取行动。这场舞会也将迎来学校其他的灵魂参与。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世界，漫长岁月的无聊让他们渴望自我娱乐，因而他们需要这样的活动来解闷。在这时，克莱尔出人意料地来到学校浴室，找到了维泽尔。他的目的是邀请维泽尔成为他的舞会伴侣。在所有人心怀鬼胎的情况下，学校舞会如期举行，出席的每个人都穿着隆重的服装。此刻，克莱尔到维泽尔家接他前往舞会，但维泽尔没有预料到的是，他们驾车途中时，克莱尔突然将车停靠在路旁，甚至还锁上了车门。与此同时，麦迪也换上了他华丽的礼服，赶到了舞会。遗憾的是，他现在仅仅是一缕灵魂，因此除了西蒙，现场没人能看见他。就在他们参与舞会的同时，麦迪的母亲那边却发生了意外。他本来像往常一样看电视，吃着爆米花，突然他似乎捕捉到一个人影从窗外掠过。出于好奇，母亲关闭了电视，走到落地窗前探望，但是外面什么也没有发现。当他认为一切安好，准备回去继续看电视时，他又急忙关掉了电视，小心翼翼地拿起灯四处查看。此刻，维泽尔借助酒精的勇气，开始询问克莱尔关于那座老房子的事情。克莱尔听了1秒后回答，问他是否怀疑他与他人在那儿有不正当的关系。见他回避问题，维泽尔只得另寻机会。他趁喝酒的空档找到了西蒙和妮可。维泽尔表示他需要和克莱尔单独相处，因为他感觉到克莱尔撒谎的技巧颇为高超，他必须采取一些手段，让西蒙和妮可先不要干扰他。他说完便匆匆离开。而维泽尔刚一离开，西蒙和妮可的手机便接到了麦迪母亲的短信。妮可立刻拨打电话确认消息是否属实。西蒙为了能及时得知维泽尔的消息，只能让妮可单独前去援助麦迪的母亲。维泽尔为了诱出克莱尔的秘密，不惜一切将他带到锅炉房。紧接着便是我们之前看到的场景。尽管手机被发现，维泽尔依旧镇定自若，他决定主动出击，开始质疑克莱尔。维泽尔透露，他知道是克莱尔替换了麦迪的手机，因为学校里只有他有能力迅速更换一部相同的手机。他还拿出了那个意外收到的偷拍克莱尔和英语老师的视频，并威胁克莱尔，如果他不坦白，他就会把这个视频交给警方。克莱尔此时显得焦虑不安，面对即将曝光的事实，他不得不承认意外发现了英语老师的贩毒行为，并以此要挟安先生给他的论文打高分。那些藏在英语老师暗格里的钱，正是他贩毒所得。关于手机的事，克莱尔解释道，那天他和英语老师争吵时，被麦迪无意间撞见，担心麦迪录下了视频或者声音，他才偷偷取走手机，让英语老师销毁证据。为了万无一失，他还叫英语老师支付封口费给麦迪。克莱尔坚称自己只做了这些。对于麦迪的死，他完全不知情，他这一切都只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学校的形象。话音刚落，维泽尔将这些信息告诉了西蒙，他表示他现在完全相信克莱尔，因为他显得非常真诚，而且他们打不开麦迪的手机。就这样，克莱尔那边的线索也就此中断。但幸运的是，麦迪母亲那里传来了好消息。在妮可赶到那里帮忙的时候，突然门外响起敲门声。当他们打开门时，竟发现来人是警长，毕竟无缘无故不会登门拜访。警长告诉他们有了新的线索，警方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些新证据。他们在发现麦迪背包的那栋老房子附近，惊奇的在草丛中找到了一根带血的747撬棍。他们根据这根撬棍追查到了一名嫌疑人，那人是学校的清洁工。母亲听到这些消息后彻底崩溃了。就在前一刻，她坚信麦迪仍旧活着。这则消息犹如晴空霹雳般袭来。至于撬棍的发现，在麦迪和西蒙商议下步计划时，楼下突然传来人声，讨论着什么。他们偷听了一会儿，竟是校长在讨论发现撬棍的事情。出乎意料的是，闺蜜妮可甚至来不及脱下礼服，便匆忙赶往树林里挖掘。女孩不幸困死在学校之中。最初以为仅是一起财产纠纷引发的命案，谁料到最终凶手竟是自己亲生母亲。回顾上一集，警方根据凶器线索迅速控制了保洁员嫌疑人，而妮可似乎也收到了某些消息，深夜跑到树林将物品埋入土中。1周后，事情有了新进展，男闺蜜西蒙突然找到了妮可。自从那场晚会以来，妮可已经整整1周未曾露面。西蒙找她当然是因为麦迪的事，他们即将毕业，但仍未找到任何线索。而那保洁员仅是嫌疑人，如果毕业前不能找到真凶，麦迪的灵魂恐将永远留在学校。他们相谈间，西蒙无意中发现了妮可的毕业作品，上面满是麦迪的画像。西蒙无奈放下画册，安慰妮可，毕竟他们已经调查了许久，嫌疑人接连更换，凶手仍旧未知。西蒙未曾料到的是，他离开后，妮可竟将所有麦迪的照片丢入焚烧炉。另一方面，其他灵魂也在尽力帮助，他们试图让麦迪回忆起生前的事，但几十年来，他们未曾遇见过麦迪这样的情况，对此也感到无能为力。然而，就在这时，一位名叫查理的灵魂体说出，他在一本古老的书中读到，失忆后，人们可通过外界刺激恢复记忆。于是大家共同努力，他们让麦迪闻刺激性的气味，尝试各种重口味食品，甚至使用刺耳难听的歌曲进行刺激，尝试了各种方法，仍旧毫无效果。就在他们即将放弃之际，自称曾学习过心理学的小唐灵魂提出了新见解。他解释说，心理学中，催眠状态下的人仿佛其头顶悬挂着无人之地的标志，身体则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壳。
这就是催眠的奇妙之处。即便身体被另一灵魂占据，小唐继续阐述，他有个朋友曾在一场音乐会上因一束灯光的注视，音乐会结束后下台，结果他突然只能说西班牙语。与此同时，西蒙和维泽尔也在策划新计划。警方在拘留保洁员一段时间之后，未发现确凿证据指他为凶手，不得不释放保洁员。维泽尔坚称他不信保洁员是凶手，毕竟对方连虫子都不敢踩。加之麦迪失踪那天的第8节课，他一直在修理南侧的窗户。对此，维泽尔可以作证，因为他当时正好在南侧解锁麦迪的手机，那时他正藏身于此。克莱尔好奇地问：“谁偷拍了他和英语老师的那段视频？”所有线索似乎更加扑朔迷离。妮可忽然提出疑问，质疑一直冷淡他们的克莱尔为何突然热心助人，是出于做贼心虚所谓的掩饰行为吗？这番话激起了维泽尔的不适，西蒙赶紧来安抚情绪失控的妮可。自麦迪事故后，他从未如此失控，但妮可对安慰充耳不闻，甚至愤然离开现场。西蒙心中也开始生疑，尽管他们是密友，但他并未过多思考。克莱尔提出报警，说自己的车被砸了，这很可能是对麦迪不利的那人所为，他负责吸引警长注意。而维泽尔趁机潜入政务室寻找线索，一切进展顺利，2名警官被派去学校调查，克莱尔继续牵制警长。由于维泽尔是警长的儿子，他经常访问警局，对警局内部非常熟悉，因此他们很快便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政务室，迅速的，他们便找到了麦迪的相关证物。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西蒙竟意外发现了证物存在造假的情况。他急忙询问维泽尔，当初在树林里发现麦迪的脚印，是他们一同发现的，还是妮可独自发现的？与此同时，神色慌张的妮可急匆匆来到学校电脑室，他威胁着让占用电脑的孩子让开。老师过来时，他又询问删除电脑上的文件是否意味着没有备份了，但电脑老师告诉他，删除并不彻底，因为电脑会每3分钟自动备份所有文件一次。回到学校的西蒙则是找到麦迪，告诉了他妮可虚报假鞋印的情况，但麦迪不愿意相信妮可就是幕后凶手，因为自从相识以来，2人仅有过一次意见不合，那是在食堂用餐时，2人在食物选择上未能达成共识，导致妮可生气独自去吃饭。然而那些都是些小事，而且麦迪已经向妮可道过歉，因此他坚信妮可不可能是凶手。但在接连更换的嫌疑人中，西蒙认为还是应该保持警惕。西蒙离开后，麦迪便找到了小唐，希望借助催眠恢复一些记忆。然而意外的是，努力之后，麦迪并未有任何记忆恢复，反而是小唐回忆起了自己的痛苦往事。无奈之下，他们只得选择放弃。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次催眠实际上对麦迪产生了一些影响。这时，克莱尔与伙伴在保洁员房间的搜寻中也找到了一些线索。原来在克莱尔与英语老师见面那日，保洁员恰好路过那里，并在学校的课程表上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同一天，啦啦队还在进行彩排。就在西蒙们考试结束后，麦迪如常来找他，西蒙便将发现的情况告诉了他。于是2人决定去找妮可问清真相。而此时，还在电脑房匆忙删除文件的妮可，西蒙直接切入正题，追问妮可的动机，质问她为何要这么做？难道仅仅因为他们吃饭时的小矛盾？妮可听到这些，仍旧试图隐瞒真相，无法。西蒙只好再次紧迫地追问，并且他们威胁说要将他送至警察局。在西蒙的连珠炮式质问下，妮可终于没法承受，吐露了真相。原来他确实是拍摄了克莱尔和英语老师的视频，并用该视频向英语老师索要了钱财，但他坚称自己并非伤害麦迪的凶手，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筹集这笔钱，因为他们3人曾经约定要一起考入同一所大学。可是妮可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达成这一目标，他已经从老师那里得知自己不可能考上约定的大学，因此他只是希望能够靠近西蒙和麦迪一些。但由于他家庭的经济状况无法支持他前往理想的城市，他那天偶然目击了克莱尔和英语老师的情景，于是他决定拍下视频来向英语老师勒索。妮可坦言，他也只是做了这些事情，他真心不知道是谁伤害了麦迪。听到妮可的陈述，西蒙也不禁感到震动，但他依旧让理性战胜了情感，继续追问妮可那笔钱的下落。如果能证明英语老师并未取走那笔钱，那么他们就能为老师洗清嫌疑。情况已至此刻，妮可别无选择，只得带他们前往自己藏钱的地点。正当他们穿过走廊时，小唐突然叫住了麦迪，他向麦迪道歉，因为自己未能提供帮助。麦迪并未多言，只是简单的安慰了他几句，便继续前行。而在麦迪离开之后，小唐似乎也找到了自己的宁静。妮可带领西蒙来到了他埋钱的森林，随后开始急切地挖掘起来。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无论怎么挖掘都一无所获，那笔钱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而另一边，麦迪的母亲在房间里拿着一个装有大量现金的信封袋，他审视了一番后，又焦急地将其藏入抽屉深处。这时，赶到现场的麦迪看着大家挖掘的情形，似乎也开始回想起了一些事情。但就在此时，他突然在森林中发现了一个黑衣人的身影。他想要提醒西蒙他们，但由于他是灵魂存在，不管他如何呼喊，西蒙都无法听见。幸运的是，妮可也意识到了不寻常的气氛，他立刻提醒了西蒙。西蒙一见状便认为那是凶手，于是抓起铁铲便开始追逐。那个女孩突然意识到，她之所以无法离开学校，是因为令她灵魂困扰的凶手竟是她自己的亲生母亲。因此，迫于查明真相，麦迪安排闺蜜西蒙潜入家中，目的是探查母亲是否真的涉案。她要寻找那笔能证明英语老师清白的钱。经过一番周折，西蒙终于得手。他发现了母亲隐秘放置的信封袋，获取关键证据后，西蒙选择立即撤离现场。他将信封袋的内容交给了麦迪，里面藏有麦迪生前真爱的项链。项链的出现让麦迪更加怀疑母亲的罪责，因为他被害时正戴着这条项链，失踪的项链如今再现，意义重大。关键是要设法将母亲引至学校进行质询，想要母亲到校。机会出现了，班主任提供了可行方案，因为麦迪生前的一篇论文不期然在秋季大赛中荣获佳绩。
这就成了请母亲来校的绝佳理由。果然如预期，西蒙的计谋得逞，母亲最终出现在了学校。即使有麦迪的秘密协助，西蒙依旧未能诱导母亲坦白。母亲似乎觉察到了不妥，正打算离去，眼看机会即将流失，西蒙决定拿出项链进行直面对峙。项链的出现让母亲止步，面对项链，她显得悲痛而非愤怒。西蒙放下项链，质问他是否是麦迪的凶手。这时候的母亲已悲伤到无法言语。麦迪目睹母亲的伤心，正当他准备接近项链，突然间触碰项链，让他记起了一切。事情的真相渐渐清晰，原来母亲当日曾独自来校寻找麦迪，因为母亲陷入了毒瘾。麦迪不希望母亲被同学发现，于是带她到楼梯间交谈。母亲透露了换房的计划，告知将用于大学的资金购置了海边房产。知晓自己大学基金被动用，麦迪心生怒意。正当他要追问母亲，却恰逢下课铃声响起。为避免被发现，麦迪带着母亲躲进锅炉房。麦迪要求母亲撤销房屋交易，归还资金，但母亲因神志不清，无法响应。在这种情形下，麦迪试图说服母亲，但母亲并未对此做出承诺，因此他们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分歧。麦迪看到母亲那样，彻底崩溃了，意识到恳求无用，他决定把母亲赠送的项链退还回去，并宣布将与母亲断绝关系。带着项链的母亲黯然离开，麦迪坐在锅炉房里崩溃的哭泣。此时他明白自己的大学梦想已经破灭，这也说明了母亲不是凶手。尽管他们一起去过锅炉房，但母亲之后独自一人离开，线索再次中断，凶手的身份再次成谜。而维泽尔为了证明保洁员的清白，前往警局寻找警长父亲。他想说明，在麦迪遇害的那天，保洁员与他在男厕所一起，但案件迟迟未能进展。警长为了向公众交代，没有采纳儿子的意见。面对固执的父亲，维泽尔感到束手无策。离开时，他偷偷记录下警长笔记本上的一个地址，然后他联系了密友妮可和现任女友克莱尔。维泽尔认为这个地址可能藏有新的线索，于是他们计划一起去探查。在夜色中，三人来到了笔记本上的地址。他们站在那栋阴森的房子前，妮可本想联系西蒙来帮忙，但西蒙在参加麦迪的论文颁奖典礼，未能接听。没有办法，他们只能继续三人行动。为了秘密行动，同时留有后援，决定让克莱尔在车里望风。维泽尔和妮可进入房子内部搜索。他们逐个房间搜查，果然发现了新线索。妮可发现这里有短期居住的迹象，看起来有人不久前才离开，这意味着这里很可能是凶手藏身之地。正在此时，放风的克莱尔突然发现一名黑衣人也悄然进入了房子，担心维泽尔和妮可的安全，克莱尔匆忙跟了进去。克莱尔迅速把看到黑衣人的情况告诉了妮可。就在他们准备撤离的时候，房间的门奇异地关上了。克莱尔立刻开始呼唤维泽尔，听到声音后，维泽尔正打算过去提供帮助，但他刚迈步便与黑衣人不期而遇。黑衣人随即驾车逃离，留他们一脸茫然。维泽尔虽被撞得摇摇晃晃，但心为大爱。幸运的是，妮可及时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刻。回放视频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急忙把视频发送给西蒙，希望得到确认。西蒙接到视频后，立即去找麦迪。他并未急于向麦迪展示视频内容，麦迪反倒是自己表达了看淡一切的态度。他表示，不管凶手是谁，他不应再为此事困扰那些仍然活着的朋友。因此，他请求西蒙放弃追查真相，让一切随风而去。尽管西蒙被他的话感动，但他还是把妮可的视频拿了出来，因为视频中清晰捕捉到了嫌疑人的面孔，那是麦迪熟悉的面孔。西蒙没有等待麦迪的任何解释，他决定离开学校。麦迪急切想要追出去挽留他，但他不能踏出学校的界限，一旦越界便又回到锅炉房。当他再次出现在锅炉房时，突然听到有人在里面呼救，这呼救声勾起了他的一段记忆，就是上次与母亲分开后，他也听到过类似的声音。他顺着声音找到了锅炉房的深处，声音正是从一扇厚重的铁门后面传出。麦迪准备打开铁门查看究竟，没想到这次的呼救声与上次如出一辙。麦迪再次站在铁门前，但这次他无法将铁门打开，而被困在里面的是查理等其他灵魂体。他们见到麦迪后，透露了一件令人恐惧的事实。原来，自从灵魂体小唐意外得到了超度，他们便怀疑存在某种方法可以离开这所学校，于是向在此逗留最久的马丁老师求助。但马丁老师不仅没给予答复，还愤怒地斥责他们妄想。既然马丁不愿帮助，他们只好自行探索。他们的调查出乎意料地揭露了惊人的真相，发现马丁多年来不仅隐瞒了真正的死因，而且他们发现马丁的死并非冤屈，而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场意外。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学校建在了废弃的化学实验基地之上。马丁则是意外发现他